Hello，各位，不知道这期节目你们会不会喜欢啊？大家看个标题进来，应该已经剧透了啊。我们要聊一聊衣服。原因是这样子的，前几期节目呢，有几位观众留言了，说，看上我那个衣服研究了半天，然后还想是不是工服啊，所以这个呢，一定要先跟大家声明一下啊，作为 Apple 的员工，我特指零售店的员工，因为在 Apple Store 零售店的员工是有在上班时间是有专门的工作服去穿着的，这个跟大部分的做零售的店面是一致的，但是 Apple 跟其他的零售品牌有一点不一样，也许也有一些零售品牌跟 Apple 是一样的吧，但是可能比较少啊。Apple 在这方面，我个人认为是管理的比较严格的，就是在非工作时间是不可以穿着工服的。那工服呢，在 Apple Store 被视为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啊，它是有可能会被列入到这个被开除的这个这个条目里面去的。所以说，有观众猜我某一期视频穿过带 Apple logo 的衣服是不是工服？那是一定不是的。虽然我现在已经离开了 Apple，但是不管从任何一个角度去讲，我都不可能再去穿着 Apple 的工服跟大家见面啊，这个是一定不可能的。所以我能够穿着的呢，都是我在 Apple 工作的时候，公司声明这个是可以在生活当中去穿着的啊，这个我才会穿在这个身上给大家录节目。但其实在观众们提出这个疑问之前呢，我也已经有了这个想法。以后呢，每次录关于 Apple 的节目，我可以换几身这种所谓的纪念 T，来去上镜啊，这样呢可能会效果更好一点吧，也许啊。那在给大家展示今天一些少量的这个衣服之前，我想先跟大家聊一下我对公司的这种文化衫啊、纪念 T 的一些看法啊。按照现代语境的说法，我应该是忠实的果粉吧，哈。但是从我个人的情感角度，我非常讨厌“果粉”这个词啊。这个，我们稍后再说为什么吧，哈，不想扯开太远的话题。所以，其实我在 Apple 工作的十几年当中呢，我说实话不太重视这衣服相关的这些所谓的纪念品或者文化衫，不太重视。其实有很多现在想来我蛮喜欢的，蛮想要再次看到它一眼的这个衣服，当时因为没有珍惜都错过了啊。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刚刚入职的时候，正好遇到Apple 中国区中国大陆地区的官方在线商店开始开放给公众。那作为 Apple 的员工就拥有了这个官方的 Apple Apple Online Store 的这个纪念衫，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没拿，这因为也可能因为刚入职比较羞涩吧，不好意思啊。但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不在意这个东西啊，所以其实我这边的衣服呢，也就是因为工作的时间久了点，大概有那么10来件啊，但是今天在我身边的也不全，因为大家知道最近在搬家嘛，所以我大概翻了翻，能够翻到的一些能跟大家简单分享的一下，我觉得这个还可以啊。这是第一个，就是我对这个 T 恤不是特别的上心这件事情。第二个事情呢，其实更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在工作的那几年当中，其实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公司发的这些衣服，我到底什么时候穿？你们也看得出来，我是一个非常不讲究衣着的人啊，所以基本上几年不买衣服也正常。特别是春夏秋这几个季节，除了冬天，因为工作的原因都要换工作服，那么工作服就是短袖 T 为主，所以基本上呢，我自己的衣服打底的一定也是一件短袖 T，这也是养成长期的习惯了。
那下班之后呢，把工服脱掉，其实就是那么从公司到家那一路的时间。那你说我穿什么衣服呢？就是还有就是，你别说我是个不讲究穿着的人，就是讲究，我就什么场合可以让我讲究呢？当然，就上下班路上也是一个可以讲究的场合哈。所以曾经在我工作的前半部分，我其实这些衣服都是留在那边的，就是你可以说不舍得穿，或者是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去穿这些极具 Apple 风味的衣服，走在大街上去向世人展示，没有找到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但是在我离职前的那么2-3年的时间里面，我突然想通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么多衣服我留着不穿，然后每隔几年呢，这个自己的 T 恤坏了漏洞了还要去买，那我留着这些现在不穿，已经40多岁了，那还要等到什么时候穿呢？就其实如果现在不穿的话，我就发现我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机会再去穿它们了。所以从那一刻开始，我就决定，好吧，那我就上下班轮换着穿吧。那我就开始在上下班的路上就穿这些衣服。现在有一些已经穿的有点旧了啊。所以我觉得，看你去怎么看待一件衣服对你的意义，那么你对它的对待它的方式就会不一样。其实那个时候，如果我早知道有今天这一天，会有在镜头前面跟大家做节目去分享这些内容，我有可能就一直留着不穿啊，就把它做一个衣架挂在我的摄影棚旁边，然后每次开播的时候呢，去挑一件衣服披上。但这个也是半开玩笑了，好吧？那现在言归正传，跟大家展示一下，我目前手头上挑来的这几件衣服啊，这些衣服有一些呢，其实是大家也可以努力一下也能够得到的，有一些可能就真的是内部啊，不太容易得到了啊。我先展示一些不太容易得到的吧。那像这一件，Apple 的衣服都有这样的一个风格，就是它会比较素雅一点，它不会就是有满身的花啊。那像这个就是就你们看到的这些，其他地方就全是一水的红色了。那这个衣服我乍一看本来还以为它不是Apple 的衣服，差点把它归到其他衣服的那个类别去。但是我后来又仔细的看了一下背面，才发现，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清上面的字哈。这个是写的 Chinese New Year 2015，就是2015年的中国新年。这个是应该是只有内部员工才有的一个小福利吧啊，没穿过啊，这个是全新的这个衣服没有穿过。好，然后呢，我还得简单的筛选一下，这一件其实也是没有穿过的，你会发现吊牌还在，我都没有摘啊。这个是产地是越南，正好是我的码，我可以穿，但是估计我也可能做节目的时候才会穿吧。那是这样子的，你们看到的这2个圆圈，我离得再近，可能大家也难以看清，除非我用微距去拍照片给你们看。但是我想这个不重要哈，就是我跟大家解释一下，这每一个竖道道不是音乐播放的那个波形啊，这都是竖着写的文字啊，每一杠的这个文字写的都是 Apple 的一家零售店的名字，其中中国的几十家零售店集中在这个区域，中国大概40多家吧，集中在这个区域。这个我具体忘了哈，应该是零售店成立30周年还是反正也就是类似于这种吧。然后这个里面贴肉的部分还印有一行小字啊，这个呢我就不念给你们了啊。好，接下来一件是我自己还蛮喜欢的衣服，那是这样的花纹，写的2020。那如果是拥有 Apple Watch 的用户，应该对这个设计非常的熟悉了。这个2020它用的设计就是 Apple Watch 上的健康圆环啊，活动圆环啊，一个红的，一个绿的，一个蓝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它上面的这个纹理已经有非常严重的褶皱了啊，这是我穿过了好几次了啊。那这个衣服其实也是只有 Apple 员工才会有的，因为它是写着2020年的一次内部活动啊，关于健康的一个活动，这个是我蛮喜欢的一个衣服。所以大家在看我的这个频道的封面的我拍的那张黑背景的照片，也是这种风格，只不过它不是2020，它就是那个3个圆环的一个标志，那个也是一个健康的，关于健康主题的一个纪念衫啊。但是那个衣服我现在没有找到，那个也是穿过好多次的。然后这个我非常喜欢，这个也是20年的一个跟健康相关的活动，它上面就是这样的一个图案。这个也是如果大家有 Apple Watch 的话就非常熟悉了，这个是正念 App 的图标。比较不同的是，这个正念一枝花，它是绣上的，不是就是印上的啊，真的是用这个线去绣上的。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这个纹理啊。然后上场的就是我上几次我忘了哪一次了啊，就是有2位观众留言的这件衣服啊，就是你们在猜到底是工服还是什么，对吧？在猜。上次我穿的就是这个，这个是什么呢？首先大家看到它是绿色的，然后你可以看到 Apple logo， 它的这个叶片也是呈绿色。这个是地球日那一天。Apple 零售店有一个传统，就是在每年的4月23号，应该是23号还是22号，地球日的那一天，如果你们光临 Apple 的任何一家零售店，如果这个传统没变的话啊，大家可以在明年的4月22号或者23号，我记得是这么一说好像又记不得了，反正不是22就是23啊。地球日的这一天，你们可以上网查一下，地球日是一个固定的时间，还是蛮好找的。那一天去的话，在 Apple Store 外墙的这个 Apple logo 的这个发亮的这个 Apple logo，可能有一些新的店已经不发亮了，反正这个标志会变成绿色啊，就那一天代表地球日，然后员工会换上这个绿色的衣服，然后之后呢，这个就可以给大家平时穿着用了。所以这个我自己倒不是那么喜欢这个设计，倒不是因为前面，而是因为后面。这个字写的有点大但是我还蛮喜欢这句话的啊，这是地球日。地球日不光是有这一件，有好几件啊，那其他的我找不到了。而且特别一提的是，这个衣服的材质它不是棉质的，这件衣服由于凸显地球日嘛，所以它的材料完全是用纸做的，用纸做的衣服。Apple 的对于环保的重视，可能在公司外面不太能知道那么多，因为以我的了解 Apple 是一家这种做好事非常低调的公司，就是做了环保也不说也不宣传，然后给谁捐了钱也不说也不宣传，都偷偷摸摸的捐了。最近2年还好一点，有的时候小道消息还能看到一些，早年就是压根儿就不说啊。这个我觉得也符合我个人的一个癖好吧，就是我不是为了去宣扬自己公司才去做这些事情的。所以其实Apple Store 从原来的这个，我给大家讲一个小的好玩的知识点吧。Apple Store 从原来的这个塑料的购物袋换成了纸质的购物袋。那如果大家知道这件事情的话，你们下次再到 Apple Store 接触到那边的购物袋的时候，你真的可以仔细的去看一下这个购物袋。这个购物袋呢，它制作的成本，我个人盲猜，这不是公司告诉我的，我个人盲猜，这个购物袋的成本比原来的那个塑料袋要高得多得多啊！这个塑料袋做工非常的精致，然后你特别去留意一下这个塑料袋的拎手的部分，就是那个纸袋子拎手的2根绳子，那2根绳子也同样全都是用纸做的。你可以在这个购物袋翻过来，在底下它写的有材料说明。这个说明如果你是在中国大陆里面，它全是中文的。那你感兴趣的话，你可以翻过来看一看。那我觉得这些用心的设计呢，还真的不是每一个
这个顾客啊都能够感知得到的。就像这件衣服，我是从来没有见到过用纸能做成这样的衣服啊！我洗了好几水了啊，就是我上次拍视频穿的这件衣服。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接下来这2件衣服就是大家努力加油，有可能也能得到的衣服。那就是这一件也是我穿过好几次的啊，这么大的一个 logo 啊，然后下面写的如果对 Apple Store 的文化有了解的，你们就可以看到这是什么了啊 ，Tonight Apple， 对，就是我原来的工作职责所在。Tonight Apple 是 Apple Store 非常独特的一个风景线啊，也是区别于其他零售店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它有点类似于我给大家做的这个节目，只不过更加的对现场的观众有针对性一些。我个人认为它不是课程，也不是讲座，也不是培训，它其实就是在一家零售店里面的一种，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销售策略吧，也可以啊。所以说呢，我还是蛮建议各位，如果身边有条件离 Apple Store 比较近的话，那里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的地方，或者是玩的地方。特别是 Tonight Apple， 那这个呢，虽然它写的是 Tonight Apple， 但是它不是常规的活动不是常规的课程会送给你的，这个是专门送给孩子的。Apple 在每年都会有夏令营的活动，就是每年的暑假期间，如果您家里有小孩子，正好是小学，就是8到12岁，你可以关注一下官网啊，免费的在夏季的时间段去为孩子报这个夏令营的活动。现在好像我说这个有点晚了，明年吧。那孩子会参加课程会有这么一件衣服啊，这个也是大家加油能够得到的哦。当然，其实我会在 Apple Store 的这个系列当中给大家不可避免的介绍一些 Apple Store 的特别的隐藏服务。其实我作为 Apple 的员工的时候，我并不觉得这些服务是隐藏服务，只不过可能大部分的顾客你们没有一个契机能跟一个店员能够好好的聊一聊啊。那也可能找不到这个时间，所以说涉及不到这个话题的话，它并不是秘密，但是涉及不到这个话题，你可能就真的不知道它没有这么多好的服务。这个也是最新款的 Tonight Apple 的，大家发现颜色变了，所以这个我还没穿，但是嘿，你们可以看到了，由于这个吊牌我还没摘，但是估计大家看不太清楚啊。这个上面这个吊牌上有写，你们应该肯定是看不清的。让我试着变一下光，啊，反正能看清就看清了，看不清无所谓，我给读一下，这上面写的是100%再生纸制造，100%再生纸制造，所以我没骗你们啊。好，以上呢就是我能够随手找到的几件我的一些能给你们看的这个 T 恤吧，你不管你们称它为什么，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叫它们，反正就是衣服。那鉴于各位对这个衣服有感兴趣的，我觉得这个应该还是可以分享一下的哈，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哈。那所以如果各位还想了解哪些内容，也可以在下面留言，我看看哈。因为关于公司的内容呢，我还是要经过自己的大脑过滤一下的。那我觉得能讲的肯定会给大家去分享。那本期节目呢，也是作为我的 Apple Store 故事的第1期试播集我也看看反响怎么样啊。那如果说观看量比较可观的话呢，我也会在之后录制视频的时间当中多编一些节目放在我的 Apple Store 的播放列表里面。因为那个播放列表建立了好久了快将近1个月了，但是还没有1期节目今天终于有1期了。好，感谢各位的观看跟关注，我们下期再见。